欢迎来到全球智库报告解读的周报栏目。本期周报将为你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第一篇，美国智库称聚焦中国的亚洲优先将损害美国战略利益。第二篇，美国智库称美国正在加大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三篇，意大利智库分析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的核能外交。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篇。美国兰德公司3月22日出台了一份报告，题目叫做不要以亚洲优先的名义抛弃欧洲。这篇报告认为美国目前出现了一种亚洲优先的论调，就是把中美竞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因此在亚洲集中美国主要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但报告说这种论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孤立主义，就是对于某些地区美国不想再参与其中了，让那些盟国自己管自己。现在主张亚洲优先的那些人，实际上就是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多管欧洲的事务，而是把资源集中到亚洲。报告认为，其实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重点就不在欧洲了，先是转移到了中东，最近又转向印太地区。这一点从军事部署的实力来看就很明显。目前在欧洲的美军人数也就是10万多人，而在印太地区美军至少有66个基地，人数超过了 37.5 万人。换言之，驻欧洲美军的规模不到驻印太美军的1/3。那从海空力量来说目前美军在欧洲只有1个航母打击群，而在印太则常态化的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另外从财政资源分配上来看，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规划，在美国国防部2025年预算中占了99亿美元，是美国在欧洲支出的2倍多。如果看整个美国国防预算的话，美军以欧洲为重点的支出只占了 0.5%， 所以说美国在军事部署上的亚洲优先已经非常明显了。那这种情况对美国有利吗？报告认为恰恰相反，这种做法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它不仅削弱了美国与欧洲的联盟，也会损害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为什么呢？报告说首先是北约对俄罗斯的威慑作用不可替代，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能力实际上起到了用有限的兵力稳定大局的作用。这些有限的兵力留在欧洲带来的收益远远高于将其转移到亚洲。第二，用亚洲优先来忽视欧洲会削弱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看到美国弃欧洲于不顾，美国的亚洲盟友也会质疑美国的信誉。第三，用亚洲优先来反对支持乌克兰没有道理，因为支持乌克兰并没有分散美国的军事力量，反而刺激了美国国防工业的产能，提升了美国的军事潜力。最后报告也指出，亚洲优先这种主张导致美国进一步将大规模军事力量从欧洲转移到亚太，这种做法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状态，并可能影响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反而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应该说这篇报告的论点和分享都不错，但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劝说美国不能放弃援助乌克兰。在目前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越来越不确定，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相对明显的情况下，美国兰德公司这类传统的战略机构是感到担心的。好，我们接着看第二篇。美国和平研究所3月21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是美国建设非洲基础设施的计划带来机遇和挑战。这篇报告指出美国正日益关注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年1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把非洲作为2024年首先访问的重点方向。在访问中他强调美国将投资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美国和非洲的贸易，在美国国内和非洲大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还要帮助非洲在全球市场上竞争。而在2023年12月，美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由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提供20亿美元的赠款，来支持非洲的战略基础设施，并且要为整个非洲大陆提供超过34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融资。同时还将为莫桑比克和肯尼亚等国提供单独的融资计划。不过报告说，目前美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最重要的项目是洛比托走廊，
这包括升级一条1300多公里的铁路线，把刚果金的铜钴矿区、赞比亚的恩多拉采矿中心和安哥拉的洛比托港呢连接起来。项目时间大约5年。这个项目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就是为了争夺非洲的关键矿产。那美国为什么会突然对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感兴趣的？报告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上升。正是这个原因啊，促使美国调整与非洲大陆打交道的方式。报告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美国并不重视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2019年呢，中国承包商占据了非洲大陆建筑收入的 60% 左右，而美国在非洲承包行业的份额呢，下降到了个位数。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啊，美国并不太认同基础设施驱动的经济增长，而是呢，更加看重市场建设、营商环境等方面。但是，随着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呢，被迫做出相应改变。那美国在非洲基建领域能和中国竞争吗？报告认为很难。首先呢，中国企业已经广泛深入到非洲铁路和建筑行业。中国承包商呢，平均占据非洲建筑市场的 61.9%， 在某些国家这一比例远远超过 80%。其次呢，中国企业比西方企业更愿意承担在非洲的运营风险。报告说啊，洛比托走廊这个项目就表明，七国集团政府的承诺呢，迄今并没有使西方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对非洲风险的看法。这个项目非常强调私企参与，但迄今为止呢，只有一家西方矿业公司签署了一项不具备约束力的协议，说它今后呢会通过洛比托走廊出口矿产。第三，美国大选增加了对非政策的不确定性。报告说拜登政府对非洲采取新方针的巨大挑战之一，可能在于国内。尽管美国两党都支持对抗中国在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的影响力，但具体模式不一样。报告说，美国政府的这些不确定性呢，可能会使非洲国家不愿意疏远像中国这样更加可靠的贸易和基础设施伙伴。应该说，这篇报告对中美当前在非洲的基建竞争呢，分析的比较到位。实际上，中美竞争目前的一个重点，正是在非洲等全球南方地区。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三篇。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3月22日出台一份报告，题目叫做《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的核能外交》。这篇报告认为近年来呢，俄罗斯加大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核能合作的力度，逐渐加大了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的影响。西方呢，需要加以关注。报告的主要观点包括3个部分。第一，俄罗斯在核能合作方面呢，有独特优势。报告说西方国家在出口核能技术的时候，会附加严格的不扩散条件，但俄罗斯没有这方面的顾忌，而且俄罗斯的核技术非常全面，是全球呢唯一拥有建立核计划所有必要要素的供应商。第二，中东和南亚是俄罗斯核能合作的重要方向。报告说，2023年俄罗斯为土耳其呢资助建造了第一座核电站，也为埃及资助建造了第一座核电站。其中呢，为埃及建造的核电站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第2大核电站，俄罗斯提供了其中 85% 的资金。另外，摩洛哥、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呢，也已经和俄罗斯启动了有关核能合作的战略对话。在南亚，俄罗斯呢参与了印度核电站的建设，帮孟加拉国建造了第一个核电站，同时也是斯里兰卡核电站项目的竞标者。报告说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罗斯这种大规模的核电合作呢，为其争取国际支持、规避制裁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第三，西方的应对。报告认为，西方国家可以提供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导方针的替代解决方案，类似美国与阿联酋核能合作的例子。总体上说，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核能合作呢，本身就是一个竞争性、敏感性比较强的领域。俄罗斯因为俄乌冲突而加大核能输出，必然会进一步加强这个领域的竞争。这也从一个侧面呢，反映了大国围绕全球南方的较量。好，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一再见。